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7月15日，我们知道啊，英格兰大战阿根廷这场比赛刚刚结束，我们刚看完比赛，和大家来聊世界杯了。是阿根廷这次世界杯非常有意思啊！我就总结说，他特别擅长让他的对手做一个黄粱一梦，就是上来之后可能他先落后，甚至是让一个很弱的球队追平，但是他在最后时刻总是能够绝地反击，总是在最后来一个反转，又把对手给淘汰出局。你说这个对手该多么伤心，多么失望！今天又是重演了这个戏码。对你仔细看4场比赛嘛，第一场就是打福德角，福德角那场比赛非常精彩，就是那个非常精彩，对，然后加时赛打成这个加时赛进了3个球嘛，然后90分钟战成1比1平，然后福德角是一个最大黑马，所以打成这样的话，我们观众看的是很开心的，但第二场打埃及，又是这样，又是最后埃及，而且更悬是0比2落后，而且埃及有个球被吹掉了，那个球其实有很大的争议，如果那个球不吹，就是0比3。对，那个球是说他在后场的时候他有一个犯规，然后当然是不是犯规可能还是有一定争议，然后呢他一路就带球带到前场嘛，然后最后这个球进了。所以说当然也有说，如果你是在那么厚的地方犯规的话，那这个球已经带到前场，最后都进了，是不是还应该回头来判后边这个犯规，把之后的进球给吹掉？所以，但是他使用了那个 VAR 嘛。对，是有很大争议。其实那个球，进的是很漂亮，很精彩。而且0比2和0比3对于球场上的那个事态是不一样。而且你最后就剩下这个10几分钟的时间了，你不像当年那个伊斯坦布尔之战，利物浦大战 AC 米兰，对不对？你上半场落后3个球，现在是你前80分钟落后3个球，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吹掉那个球，那个时候是1比0。如果没吹掉的话，就是2比0，然后后面再进一个，那就是3比0。对，所以埃及那场球确实也是打得很精彩。阿根廷这几场球确实很精彩，瑞士这场球也是1比1，最后加时赛的时候是瑞士这场球就是有张红牌，然后这张红牌也是有一定这个争议。瑞典这个球，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了，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前锋假摔了以后，本来是吹的阿根廷球员犯规，然后 VAR 一看说你这假摔是黄牌，但那个球确实是假摔，确实假摔，对你这么吹也没有问题，对，所以阿根廷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磕磕绊绊，但是每场球确实都很精彩。对，你看前面我们刚才说到3个球队，福德角，然后是埃及，然后是瑞士，这3个球队哪一个球队赢了阿根廷，他们都是最大的黑马，对他们来说都是创造历史的一个战绩。对，那除了今天的英格兰，其实跟阿根廷应该算是实力比较旗鼓相当的。对，但其实之前阿根廷打的真的是特别的艰苦。本来想说跟瑞士应该可以轻松一点了吧，而且他很早就进球了嘛，没想到又被追平，然后又拖入了加时赛。所以，当然总是最后化险为夷吧，反正有惊无险。是这样，就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其实是略显沉闷，我看下来是就双方很 physical， 就是说身体对抗很强硬，火药味比较足。对，然后下半场整个场面就不太一样。先是这个罗杰斯，就是说罗杰斯助攻，戈登打进1球，对，高登。对，然后相当于2边，这个球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大家注意看，就是哈里凯恩，就是9号哈里凯恩，他是后撤拿球以后发长传组织，然后最后是这个赖斯助攻这个罗杰斯边路传中，然后是莫利纳，阿根廷的边后卫莫利纳没有卡住身位，我认为这个球莫利纳是有一定责任的，对，因为他没有观察到这个戈登的这个身形或者是他的身位，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强点进球，然后确实打得也很漂亮，很精彩。但是这场比赛就是说，英格兰在领先之后，我们知道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这也是我在赛后看很多评论批评图赫尔的一点，开始摆大巴了，就是英格兰的阵容是传统的这个4-3-3，或者你叫它这个4-2-3-1也可以，它是前面是2边锋，然后图赫尔差不多从60-70分钟开始，然后就换上一个后卫，开始打5后卫，然后最后甚至到最后的时候把奥莱利也换上来了，然后把丹伯恩也换上来了，就是场上英格兰其实有7名后卫，英格兰其实有六名后卫，但他其实是打的就是5后卫阵型。奥莱利本身是边后卫出身，曼城的嘛，很年轻的，但是他上场之后，他其实是打的是左边中场的位置，但场上是6名后卫的后卫出身，但是5个后卫。丹伯恩对，丹伯恩这个球员也很有意思，因为之前墨西哥那场比赛大家可能印象深刻，就是英格兰
被罚下一个人，然后最后时刻图赫尔也是把丹伯恩换上来。丹伯恩因为他身形很高很高，6'7"的这个身材，然后就是说控制头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先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打进扳平一球，那球很漂亮，然后最后是老塔罗。马丁内斯，然后我们知道阿根廷各球员个子相对都很矮，然后传中老塔罗投入一球，然后头球在补时阶段决定胜利。这3个球你喜欢哪个球？对，这3个球可能最喜欢是第2个球，就是恩佐就是那个在禁区外边，然后一脚踢进去，那算是一个世界波了。对，然后第3个就是梅西的那个梅西下底，然后助攻，然后那个传中。然后头球进球，这个也是挺漂亮的，这是典型的一个阿根廷式的进球，我觉得。对，老塔罗马丁内斯其实，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决赛的时候他替补上场，浪费了一些机会，所以受到大家的一些批评。好在阿根廷最后夺冠。上一届就是他。对，老塔罗其实俱乐部的战绩一直不错，他一直是这个好几届的意甲最佳射手，拿过意甲冠军。他在国际米兰嘛，国际米兰队长。然后意甲最佳球员、意甲冠军、欧冠亚军，所以他个人荣誉是很多的。但是很多我看那个很多就是阿根廷球迷或者西方球迷说老塔罗是伊瓜因啊，就因为我们知道伊瓜因，就是说伊瓜因以前在国家队的时候，对，伊瓜因以前在皇马在意甲其实表现很不错，但是他在国家队的时候是状态一般。当时输给德国队的比赛，伊瓜因当时就错失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机会嘛，所以但是这场比赛老塔罗替补上场是证明了自己打的是最关键的一个头球，所以对也算是为自己证明。现在就是说这场球打下来以后。我个人看下来还是，阿根廷确实最后这10几分钟的时间确实抓住了机会。是你刚才说到，就是说在英格兰领先之后，让他们主教练等于是变换了一些战术，就是要死守这个1-0的这个战局，是不是？对，其实可能这也确实是一个失误，就是说阿根廷他的强项给我的感觉啊，这届世界杯他强项还是在进攻上，就是他这个中前场的配合，中前场的这个小范围的这个推进还是很厉害的。但是我觉得这一届阿根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防守是有问题的，他们防守是有漏洞的，总是会让对手来洞穿。这是为什么像佛得角、像瑞士、像埃及都能频频的攻入阿根廷的这个防线。所以我觉得他们防守看起来是有一点那个拉垮的。但是他们如果说他们在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大举进攻嘛，这个时候他们进攻的优势就会表现出来，尤其是他们以梅西为核心。几乎大概80%的球，我看都会传到梅西的脚下，然后让他来组织。但如果说梅西已经被防住了、被围住的话，那么他也可以给其他的球员制造一些那个撕开防线的机会。所以说，他们这个进攻还是很有特点，还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如果阿根廷如果这个英格兰采取了完全守势的话，其实是守不住的，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2个，第一个我们先说英格兰，英格兰过去几场比赛都是这个战术，就是说打墨西哥也好，打挪威也好，都是你看这个丹伯恩都是最后时刻换上来，然后后场5个后卫。然后开始摆大巴，然后这一点其实和是昨天的这个西班牙比赛是完全不一样。西班牙就是我就是领先了以后我还是控球，然后控球控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这个姆巴佩吃了一张黄牌，对不对？对，就急了，就是抢不下来，因为西班牙这个控球确实很厉害。我就是2-0领先，球依然在我的脚下。有句话叫说，最好的防守是进攻嘛，就是说球在我脚下，那你永远不可能。是得分，除非是我出现重大失误。对，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和昨天这场比赛一个很大的不同，就西班牙展示了自己强大的控球能力，从后防到中场的控球能力。所以昨天这场比赛，那我们既然聊到这儿，就可以继续聊昨天这场比赛。对，昨天这场比赛也很经典，因为我们知道法国是最大热门，而且法国身价最高，他的进攻线看起来犀利无比，可以排2个班子，而且2个班子都世界级的。你看。这个姆巴佩就不用说了，对不对？然后登贝莱，然后金球奖得主，然后在 PSG 巴黎又刚刚拿了2届欧冠，对不对？然后他的队友杜埃也是年轻小将，潜力无限。还有巴尔克拉，有一个奥利斯是不是？啊，对，奥利赛是那个是拜仁，然后。身价已经达到2亿，据说皇马要用2亿去挖奥利赛，然后还有巴尔克拉也是 PSG 的，然后还有切尔基，还是从这个曼城的切尔基，所以他进攻锋线摆两套这个阵容，3前锋或者是你3前锋加一个前腰都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强大，而且这
这场赛事走出来，跟我们刚刚讨论阿根廷不一样。对，法国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顺的。对，法国一路是一路凯歌，而且他的呼声很高嘛，也积累了很多粉丝。我周边很多人就是非常看好法国。我看了法国几场，其实有一些比赛他踢的确实是很有冲击力，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些人，他们那个速度啊，那个爆发力都是非常出众的。所以赛前我还觉得这个法国，可能是真的是个夺冠的最大的热门。但我觉得这个足球比赛当中可能也有一个一物降一物这个问题。就是阿根廷的这个战法，就像你刚才说的，他特别擅长控球嘛，就是说他还不光是说防守是像铁桶一样，他是整个从后场到中场到前场，整个球队像一条锁链一样，一环靠一环，一环套一环，然后他就用超强的控球能力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让对手根本就拿不到球。所以这样的一个战法，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看起来就是把法国他的那个特点给完全给抑制住了，就法国包括像姆巴佩，他的那个冲击力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完全被这个西班牙这套战术给锁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昨天法国是毫无建树，让西班牙一开始是一个点球嘛，点球拿下1分，拿1分的话，那肯定是要法国要大举进攻，但其实所谓大举进攻，他们在这个控球率上也没有占到特别多的优势，也是受到西班牙这个战法的压制。那后来西班牙又是抓住机会又进了一个，那就完胜法国，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他们那个战术的话。法国那个战术就被西班牙这个战术所抑制住了，而且昨天就是说，我这个赛后看那个亨利的评论，因为美国的 Fox One 是亨利和伊布拉希莫维奇他们评论嘛，然后就是说认为这个法国队他没有足够的这个斗志或者是动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德尚在中场的安排，因为我们知道西班牙有全世界最强的中场的这个控制能力，不管你是上这个法比安鲁，昨天的阵容是法比安鲁伊斯、罗德里，金球奖罗德里，再加上奥尔莫，然后你替补换上的人也都是非常都是世界级的这个强力中场，而那个法国队其实是没有变阵，他中场是琼阿梅尼加上拉比奥特，就2个后腰，然后前面是4个人嘛，奥利塞，然后左边是巴尔科拉，往常是杜埃，昨天是巴尔科拉，然后右边是登贝莱，前面是姆巴佩，然后其实他的中场的控制力就是说，因为你前面排了4个主要进攻的球员，然后无论是奥利塞也好，杜埃也好，防守的时候，我觉得积极性会差一点。我记印象最深的是就第2个球，就是波洛进的第2个球，第2个球波洛是和奥尔莫在禁区打了一个撞墙式配合嘛，就是波洛发动进攻，然后传给奥尔莫，奥尔莫在这个高压逼抢下加球，就是塞入禁区内，然后波洛插上打门。那个球本来是孔内和杜埃在防波洛，这本来是杜埃在对防波洛的，波洛传球之后，杜埃回头就去看奥尔莫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波洛给放掉，然后波洛到禁区里面就把这个球打进了。所以昨天我认为就是说法国队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场失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面对西班牙这样重量级的这个中场，他还是和之前一样排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4前锋。你叫他4前锋也好，就因为有奥利塞本身在拜仁是打边锋的，对，这可能成为赛后相对诟病的一点。那回到今天其实阿根廷的布阵有一个不同，阿根廷是派上了小西蒙尼，就是说他往常是帕拉德斯是做后腰，然后前面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然后是这个利物浦麦克利斯特，然后再加上这个德保罗，然后他今天是把德保罗换掉了，换成小西蒙斯。小西蒙斯在马竞他一直就是防守非常强，而且年轻，然后体力比较充沛。这小西蒙斯这次世界杯第1次首发，我认为这是这个斯帕罗蒂他认为他想要去加强中场的防守力度和加强中场的强度，做出了一个变化吧。所以这是我认为今天阿根廷和昨天法国的一个不同。是，这个你这分析非常技术性啊，对，牵扯到很多的那个具体的一些球员和战术战法。是，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班牙晋级了，然后这个最终的大战是西班牙打阿根廷。你更希望谁获胜呢？其实从感情上来说的话，我还是希望阿根廷。喜欢梅西，你是梅西球迷？对，因为梅西吧，我觉得他是38岁的他是38岁吧？对，马上30岁。C 罗是42岁，梅西是38岁。
对，38岁的老将，而且还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竞技状态，这样的一种敬业精神，而且他几乎是打满了每一场比赛，包括有加时赛的比赛也是踢满了120分钟，所以他这个精神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其实我是倒算不上是梅西的那种铁杆粉丝，因为我大概是20年前我是属于专业球迷，但20年前的时候，梅西可能那个时候还没出道吧。或者是刚刚出道，对，刚刚出道，所以在我最热衷于看球的时候，梅西还是一个小将。但后来慢慢的就是对看球看的就比较少了，所以对梅西平常的那些比赛啊什么的也就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他这个名气应该是非常大嘛，所以等到我这次看的时候，他都已经是一个38岁的一个老将了。但我看他那个状态，包括他那个球德啊，都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感慨的，就是说。不管干什么都要有一些精神。对啊，所以我有时候看梅西，我觉得他精神好像比我还足。我有时候下了班都累了，想睡一觉。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可以考虑就喝一下这个黑参。对，那我们节目呢赞助商就是这个玄宝黑参，普瑞堂玄宝黑参，它其实有各种不同的产品，它是产自于韩国的。你像这个是口服液，这口服液是即开即食，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你想喝的时候就来一包。然后它还有原参，口服液相对便宜一点，原参会稍微贵一点。然后它现在是有活动，就是满$500的话，它会赠送一根这个原参。它这些原参基本都是9蒸9铺，至少3年的时间，所以它质量本身从韩国进口是非常有保障。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利用我们有折扣码，可以去普瑞堂的这个网站去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产品。对，这个对熬夜看球有帮助。熬夜看球很有帮助，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因为以前最早的足球的记忆，其实我都是熬夜看球。对，都是熬夜的。在欧洲比的话，特别我记得当时重要的比赛，欧冠都是凌晨3点。对，那个凌晨2点或者凌晨3点，那个时候有时候看欧冠决赛的时候，大家都要那个那个时候早的时候，那欧冠决赛有的时候还是周3、周4。这个对你第二天还得上学，第二天还要上学什么的。然后现在是欧冠决赛都放到星期六、星期天了，这样大家都能看。然后那个时候世界杯也是，就是说，当然02年韩日世界杯是个例外，那时候白天可以看，然后大家算是比较完整的看。你像98年法国世界杯，包括后面的世界杯，对德国世界杯，对，都是欧洲时间，所以熬夜看球或者是对，是我们一个记忆，或者暑假的时候吃烧烤。然后这个在外面或者聊球啊，或者踢球。对，金石你是很喜欢踢球是吧？是我从小就踢球。你踢什么位置一般？我一般还是踢中前场。前锋也可以，或者中场的组织也可以。其实我比较喜欢做组织的这个角色。当时他们说我是属于像皮尔洛和里克尔梅那种类型的球员。哎呀，我和里克尔梅对。你说到里克尔梅，因为其实因为里克尔梅是很吃球权的人，然后我个人的风格也和里克尔梅有点像。对，就是擅长组织是吗？擅长组织就是我，因为就是我转身慢，然后速度慢，所以但是在现在这个足球体系中，你哪怕是在这个平时踢野球，像里克尔梅这种特点球员也不太吃香了，因为非常吃球权，就球必须要到你那儿，你很容易被人针对。对，像皮尔洛好一点，皮尔洛是因为后腰嘛，里克尔梅是本身是前腰，你要拿球要回撤到很大。你看这些世界杯就看出来了，就是你像那个哈兰德他其实平均每13到14触球一次就能得分，他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看很多比赛，包括最后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哈兰德其实没有太多触球的机会。对，他虽然可以说是世界最强的前锋，或者说最强的前锋之一吧，但是你如果不给他传球，他拿不到球的话，就没有用，因为球场是11个人的一个运动，特别是索洛斯那个球，我们知道最后赛后都被骂翻了，说那个球真是他错失了一个良机。对，那一瞬间如果传过去，那球就绝对进了。对，但那球和斯通斯，我其实从踢球的角度上讲，那球和斯通斯也有关系，斯通斯就他正好卡住那个位置，然后就是说。但是索洛斯有很大的问题，他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不应该降速，就当时已经形成2打1的情况下，索洛斯我感觉出他第一反应是想传，但是斯通斯已经有点想卡住那个位置。这个时候索洛斯犹豫了，他把速度降下来了。速度降下来带来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球是在运动，当你在运动中的时候，你越容易找到对方的漏洞。第二个问题是你降下来，后面人就追上来了。所以我如果是索洛斯的话，最好的处理方式是那个时候就要那个我当时看有亨利就分析这个球，就是你要 create separation，就是
分离，你哪怕可以就是创造一个1米或者2米的那个空间都是可以。索洛斯那时候应该快速带球继续向边侧趟下底，是吧？他只要趟一步，斯通斯就会面临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境地，他是要跟着索洛斯，还是说我还要再防着哈兰德？因为你哈兰德和索洛斯的距离越近，对于斯通斯来说他是越好防守的。所以索洛斯当时应该是提速，稍微往边路趟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斯通斯只要犹豫一下，他只要身体的方向，因为你索洛斯是毕竟带球的嘛，他只要你身体跟着索洛斯往侧面一移动，这个时候你就有空间了。你比如说很简单，你左脚往这趟球，只需要1秒的时间，我右脚。球还没有停的时候，还没到位的时候，我右脚立刻就可以出球。我们经常看到奥利赛有这样出球方式，或者梅西有这样出球，就左脚球在左脚的位置，左脚趟到右脚的这个位置，右脚马上出球，然后你这就能创造出这个空间来。但是很可惜，当然索洛斯是一个我们现在也是相当于是这个三个事后，因为索洛斯本身在马竞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前锋，所以我们现在也只事后说，只能说很可惜吧。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说到哈兰德了，我们就多说一点。哈兰德可能说是这个世界杯上人气最高的一个球员了，最当红的，对。哈兰德是，其实我之前还真不认识哈兰德，这个有点暴露我对现在足坛的了解。对，但是他那个踢巴西那场比赛，他的第2个进球，我觉得是很太漂亮了。对，那个是展现了他世界级前锋的一个进球。对，从那个时候，原来哈兰德现在是这么 popular， 这么有名。所以他的这个特点是属于带点像中锋型的这种球员，是不是？就是他要在前场，然后等着他的队友给他喂球，给他传球，然后他把握机会的能力是特别强。是这样一个类型的球员，对，他是，但是因为他身体素质非常强壮，然后基本上你只要给他创造机会，甚至是一点点的空间，他都能够去得分，是他非常恐怖的地方。你像哈里凯恩，今天这场比赛，哈里凯恩他不太一样，他有经常会回撤组织球，这是因为和哈里凯恩在热刺的经历有关，因为。哈里凯恩当时常年时间在热刺，在热刺的时候，我们知道热刺在英超算是一个中上游的一个球队吧，然后也打进过欧冠决赛。但哈里凯恩在热刺的时候，就是又要当爹又要当娘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又要进球，作为前锋就要进球，我又要回撤进行组织或者传球。所以今天第一球算是个综合型的，他是非常全面的，对。所以他到德甲以后，到拜仁以后如鱼得水。我记得当时就拜仁有评价哈里凯恩和莱万的区别。就莱万后来在巴萨也进了很多球嘛，然后莱万是一个传统的射手，就是说他把握机会能力是很强，但是莱万和凯恩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凯恩他会为你创造机会和你配合或者进行组织球，而不是说他去就是说我需要就是要你给我创造这个机会，所以这是他和哈兰德的一个不同之处。对，这是凯恩，其实梅西也是有很强创造能力，当然这和他。在巴萨体系包括个人能力有很强的关系，对。但哈兰德其实很有意思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他就是打巴西那场比赛，然后大家最后在吵架的时候，哈兰德跑到那个这个球门柱那边去喝对方球员的那个水。喝对方球员的喝对方球员，他经常那么干。包括打塞内加尔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去现场看了，他也是就是没事的时候就跑到对方。他为啥非要喝对方球员的水呢？我也不知道，让对方没水可喝，让对方没水可喝。对，反正他就是很有意思，哈兰德这么一个人，所以他人气是很高。他是一个挺逗的哈，不管是真球迷还是假球迷都会非常喜欢他。对，这届世界杯其实还有一些不同，就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嘛。是，首先就是说他从32支球队增加到48支球队了，这个其实我看也是外界挺有争议的一个地方。我看很多中国球迷对此就不是很买账，他觉得如果说你增加那么多球队的话，其实是拉低了这个比赛的这个激烈度、对观赏性，还有整体的水平。再一个就是说，整个那个世界杯的时长被拉得也特别的长，而且有一些球队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或者不是太喜欢，所以呢，他可能就占用了那个你喜欢的球队出场的时间。对，不知道这个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如果是说从纯观赏的角度来看的话，32支球队可能还是说要更激烈，观赏性更强一些。对，它是有好处有坏处。我先说它这个坏处吧，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太喜欢这个扩军的，它的坏处显而易见，就是说，小组赛的重要性和观赏性
差了一些了。对，因为现在你第3支有8个成绩好的第3支球队都可以晋级嘛，所以你拿今年塞内加尔为例，就是我输了挪威，我输了法国不要紧啊，赢了一场就是我大胜伊拉克，我凭净胜球我就可以晋级。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小组赛反而就是没有那么重要。你像包括挪威最后一场打法国，我全部替补上。那对于很多球队，因为我们知道。球队变多了，他一定会有相对弱的球队。那我3场比赛，我哪怕2场输了，只要有1场比赛针对，比如说亚洲球队表现最差嘛，比如不管你是伊拉克或者什么球队，或者是这个大洋洲新西兰，然后我使劲进球，我把净胜球打上来，我就有可能晋级。所以它会导致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有一点那个混乱，是不是？就是说一些比赛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概念，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可能有些球迷就搞不太清楚了。对，但是它也有好处，就是说它能创造一定的悬念。就比如说，你像韩国，虽然当时输给南非了，但是韩国一开始觉得可能自己还有晋级的可能，所以大家都在等，所以就导致最后一轮比赛也往往变得很重要，因为你哪怕以前我们经常看到有比赛说打到第3轮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第3轮的。你前2场输了，你第3轮肯定就出现不了了嘛。但现在就是说，第3轮的比赛还是有看点的。对。但是坏处就是说，整体而言，它对于强队而言，我小组赛踢得好或者踢得差，关系不是很大。然后我就是只是涉及到这个分区而已。你像葡萄牙这次本来是，如果小组第1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淘汰赛的形式，不至于说我直接碰到西班牙。对。所以我跟着他。当然是有好处有坏处，但是从最后的结果来说，可能好处更多一点，因为我们大家看到了更多的球队，然后比如说这次看到有佛得角，对，包括你像有些其他球队表现的也不错啊，你比如说埃及啊，包括伊朗啊，包括这几个东道主表现都不错，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国际社会上对这个反应还是偏正向，就认为48支球队还可以是吧？对，而且更过分是国际足联在讨论下届世界杯扩不扩军到64支。我今天已经看到这个新闻报道了。对，其实世界杯我们一般就简称世界杯嘛，要完整说它是世界杯的决赛圈嘛。就其实世界杯在各个大洲，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了。但是首先是各个州他们自己比，然后先淘汰一些球队，然后每个州有一些球队晋级到决赛圈里面。那么决赛圈就应该是说更加激烈的、更加高一个档次的。那如果你要是扩到64的话，那就有点就是不是像决赛圈的一个感觉了。我问你，扩到64，中国有没有希望？64，现在是48、64，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我觉得有点悬，就是中国足球队的堕落的速度远远超过世界杯扩军的速度。对，那就没办法。就是说，如果扩军到48支放在10年前，对，那应该是可以。中国队是完全有希望进的，对。结果现在连印度尼西亚都输，连泰国都输，对呀。你然后中亚那些什么乌兹别克斯坦你都不用想了，然后中国，你现在看中国这些球员，这个有的时候你看什么中超看集锦，说一个球员，然后那个踢累了，然后把这个球一掀起来，一看那个肚子和我一样大，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现在中国已经没有球员留洋了，就是连20年前，连30年前都不如。那个时候中国，你像最早一批是不是杨晨，对不对？那个对孙继海、郑智，然后还是有一批人的。但是你看现在韩国，现在日本。特别是日本，全部26人当然不只是全部，可能20多人全部都是在海外效力的。全部你看这个他的主力出场10亿人，全部都是在海外效力的。原来这样啊，对，而且他球员都，你像那个日本队队长这次就是受伤没来，就是 Endo， 就是那个我忘了他，我坏了，我忘了他中文名，他在利物浦效力，是利物浦这个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包括这个米托马，这个俗称米球王，三笘薰，他是在布莱顿效力，然后基本上日本这些球员，久保建英在皇家社会，然后这些球员在西甲也好，在英超也好，基本上每赛季都能交出10个进球，接近10个助攻，就7、8个助攻这样的水平。对，你看他的后卫，那个有在阿森纳效力的，有在拜仁效力的，然后有在这个德甲，全部他的门将虽然是一个黑人混血，但是在帕尔马效力的，全部都是在西方主流社会踢球，所以他的这个踢到
能和荷兰打得有来有回，然后战胜瑞典，其实是一点不惊讶的事情。只不过是很可惜，在16强16分之一遇到了巴西。对。如果说句实话，日本队的实力进16强是没有问题，运气好的话进8强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中国队就不好说了。日本、韩国现在进步都是还挺快的。其实韩国这次也踢得不错，韩国第一场就赢了捷克嘛哈，我看到他们那个其实脚下还是蛮细腻的。而且他们那个体力啊，还是依然是保持他们那个传统，就体力很好。但是后来2场可能是比较遗憾了，都输掉了，所以说他们就没机会晋级了。但总体感觉他们还是可以跟欧洲球队至少是平起平坐，跟欧洲的2流或者3流球队应该是说不吃亏，已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了。韩国队的阵容欧洲化程度没有日本那么高，可能有接近一半在欧洲踢球，但是。球员质量还是不错的。你看孙兴民现在已经跑到美国大联盟，我们有机会可能会看到他去比赛。他在洛杉矶踢球，然后李刚仁是在巴黎圣日耳曼刚拿2年的欧冠，然后现在要转会到马德里竞技。然后李刚仁其实是整个目前来说韩国队的这个一个核心球员。对，所以韩国他其实还是有很高的竞技水平。你看他的。前锋也好，边锋也好，很多都是在欧洲联赛效力的。但是就是你如果看中国，因为我们说中国足球连习近平都放弃希望了，所以这个他堕落的速度确实有点快。但是而且习近平还这么喜欢足球，还要把足球给抓上去，结果反而不升反降，这个也是挺有意思个事儿。对啊，你看习近平。想抓军事，然后这个军事已经成这样了。这个抓什么就是什么，20多个上将，这个20-30个上将已经被禁去了，足球已经成这样了，对不对？对。其实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韩日是东道主嘛，所以他们不用参加那个预选赛。对。但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能打进世界杯，其实在亚洲来说，当时中国还算是强队，可能不算是1流强队，至少也是2流顶级球队。你比如说像对什么卡塔尔啊，对什么伊拉克啊，一般来说都是有胜算的，可能就是对伊朗可能会不太行，对沙特可能有点问题，但那个时候对中国队还是说可以很有机会，就是如果日韩不在的话，他能打进世界杯。但现在感觉扩充到48个球队，中国都没有机会，所以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对，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韩日已经进了嘛，所以当时。理论上就是伊朗和沙特是最有威胁的。对，伊朗、沙特。对，那个时候，那现在连泰国和印尼都对中国队有威胁。中国、香港一个越南这些队都对中国有威胁，那你就不用想了。所以很这个，反正是很不乐观吧。但我们最后再聊聊这个决赛吧，因为决赛在这个星期天就打响了。然后阿根廷打西班牙，对啊，不，没有法国了，没有法国，阿根廷对西班牙，阿根廷打西班牙，对，阿根廷。您刚才说了，您支持阿根廷，那您觉得大概的比分会多少？稍微预测一下。哎呀，我随便预测一个，对，可能是90分钟内踢个2-2，然后双方进入加时赛。我觉得比分可能没有那么高，因为。你如果常年看西班牙的比赛，就会发现西班牙的比赛有一点，你作为球迷来说有一点枯燥，太去进攻是吧？对，因为他讲究控球，包括西班牙世界杯夺冠那一年也是就是1-0，然后我进了球了以后，我控制场上节奏。其实你如果踢球，你知道这是他非常打击士气的，对，因为你看。英格兰他进球以后龟缩防守，球权全部让给别人，对方就是一直在猛攻，就是你的气势在的。但是西班牙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法国那场打到后面确实很沮丧，毫无建树。你能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沮丧，就是我拿不到球权，我想进攻，我有劲儿使不出来，然后我就追着你跑，然后我还抢不到球，然后你传又传到哪里去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对你的士气是非常消磨的一种踢法，所以。西班牙的比赛往往比分不会那么高，你像那个4年前世界杯，阿根廷打法国3-3那个比分其实很高了。那个我个人认为可能常规时间打不了那么高，我觉得可能是我其实从足球角度上讲，觉得西班牙会胜算更大一点。比分有可能是90分钟内有可能是1-1或者是2-1。对，但是有的时候足球这个东西就是说它还有很多这个。赛场上的一些偶然因素或者是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像那个西班牙那场比赛，亚马尔在禁区内那个犯规说句实话，
你怎么说呢？他说他是一个犯规吧，他确实是一个犯规。对，但你说给点球吧，你就觉得有点。那是个非常常规性的犯规，就是说你人过来了，然后我踹一脚没踹到球，但是我踢到你的那个腿上了。对，但是那个是属于有一点。不是说阻碍你进攻，然后把你铲倒的那种犯规，而且他其实没有看到亚马尔过来，他只是想去把这个球解围。对，所以有很多这种偶然因素，因为你对阵西班牙，让西班牙先进了一个球，那就比较麻烦，就会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西班牙本身控球又很强。所以赛场上总有这些因素，然后比如说红牌，比如说突然的点球，或者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可能都会带来赛场上的不同。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对，也可能是梅西的最后一场世界杯了。有可能，对，如果他4年之后再不参加的话，4年之后我觉得参加的可能性不太大了吧？那就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对，是。其实说到西班牙，我觉得他现在这次我看西班牙，比我10年前看他的观赏性已经有所提高了。有所提高。对，就是说他那个战法，他还有一个名词呢，叫什么 Tiki Taka， 对，就是那种讲究绝对的控球，然后3脚配合，然后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他说他现在的战法是改进型的 Tiki Taka， 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往前直传、直切的这样的球，就是增加了一些进攻性，不是说完全的在中场这种左右的传球。所以说，对我确实也感觉到是比之前能够有一定的观赏性。那10年前我是很不喜欢西班牙的，他强是强，但是他那个太不好看了，就是比赛踢得太沉闷了。对，尤其他要进了一个球，那就一直是1-0，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0-0。所以，但现在他是有一定改进。但阿根廷呢，我比较喜欢，我觉得他还是说比较犀利一些，就是尤其是推进到前场，因为有梅西嘛，以梅西为核心，或者是别的队友也能撕开防线。所以说还是挺值得看的，我觉得是。阿根廷有一个潜在问题，就是说，其实你看他主力阵容和4年前相比，基本没有变化，老龄化是吧？对，只有2个变化。第一是迪玛利亚不在了，迪玛利亚退役，所以阿根廷的阵型变了，从4年前的4-3-3变成现在4-4-2。就是4年前的时候，前面3个人是梅西、阿尔瓦雷斯加迪玛利亚。现在迪玛利亚不踢了，然后他多了一个中场，少了一个边锋。然后多出来的中场是。4年前的时候，当时主要是德保罗加上恩佐，再加上麦克利斯特，然后这3个人今年还在，只不过今年的主力阵容是后腰上了帕拉德斯。帕拉德斯其实4年前的时候也踢，只不过是替补。然后另外一个就中后卫奥塔门迪，奥塔门迪因为年龄大了，所以他现在做替补了。然后其实阿根廷阵容和4年前相比基本没有什么好处，是经验多，然后坏处就是说可能体能上面会差一点。但是西班牙的阵容是完全年轻一代的阵容，全部都是。当然现在西班牙这个阵容基本上是以巴萨为班底为核心，无论是这个后场的库巴西也好，中场的奥尔莫、加维亚也好，包括前场的亚马尔费兰托雷斯也好，所以他完全是以巴萨或者巴萨控球风格，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2种不同风格的对抗。个人而言，我希望梅西的最后一场比赛踢得精彩，或者能拿世界杯是最好的。但是从技战术的角度上讲，我觉得西班牙胜算更大一点。但你从感情上，你喜欢谁赢？我说句实话，我对这2个球队没有特别强烈的感情。放在4年前的时候，我是支持梅西和阿根廷的。但是梅西现在已经拿过世界杯了。所以这届世界杯我的感觉是，我觉得梅西踢到现在决赛已经很棒了，也算是成功了，也算是很成功了。所以如果4年前阿根廷没有拿世界杯，那我今年一定支持阿根廷补上这个。所以我对这场比赛是看客，因为对西班牙我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支持的这种情感因为我个人是阿森纳的球迷，所以我只要有阿森纳的这个球员在，我都会支持他一点。现在西班牙是有几个阿森纳球员，比如说祖巴门迪比如说这个梅里诺连续2场比赛替补上场得分，然后包括这个门将拉亚，但是拉亚一直打替补没上，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看的比赛，可以比较超脱。对，用一个看客的心态来看，不管谁赢我都会挺高兴。那也不错。我不太喜欢法国，所以法国只要不在决赛里了，我的心态就会比较轻松一点。法国和那个谁英格兰，你觉得谁能当第3名？
我觉得其实他们2个人也都不太 care 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也不太 care。我觉得谁拿第3，虽然我不太喜欢，这是个象征意义的一场比赛。象征意义，我法国和英格兰，我肯定支持英格兰，因为本身阿森纳球迷嘛，因为有很多球员，萨卡、阿赖斯在英格兰，所以我3、4名决赛我支持英格兰，决赛我是一个看客，但我觉得西班牙可能会赢。对。然后您是觉得阿根廷会赢？对，我感情上是希望阿根廷赢，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物降一物嘛，是不是西班牙这个战法遇到阿根廷了，他也不会 work 的那么好，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不知道大家你们觉得这次世界杯决赛到底是梅西再夺1冠彻底封神，还是西班牙年轻一代继夺欧洲杯之后再夺世界杯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